因盗墓贼被抓时说了一句普通话，就给同伴传递了逃跑暗号。哥，你那个货我取到了，有没有被条子盯上？没有，你放心，你在哪呢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你。三峰村有个手工拉条子车面，今天晚上8点，我在外等你。警方当即在见面地点秘密布控，从下班路人到摊位小贩，甚至出租车司机，通通换成了便衣警察。只要盗墓贼邢兆虎带着盗窃来的文物出现，一定叫他插翅难飞。当晚，穆建辉派出自己心腹来和邢兆虎交易，小弟伪装成收破烂的流浪汉，骑着破旧3轮车缓慢来到了交易地点。穆建辉从不打无准备的仗，他永远把安全放在金钱之上。小弟去当诱饵，自己则坐在车内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穆建辉刚驶进巷子时，就察觉出了异常。平日这个时间路上行人少得可怜，今天却格外的多。其次，一家店铺正在装修，要知道工人晚间8点钟早下班了。其次，8点钟施工已经开始扰民。虽然穆建辉察觉出了猫腻，仍在怀疑是不是自己多虑了。这时他更不能停车，防止自己暴露，只能缓慢的继续向前开，直到穆建辉看见路边停放的车也无故变多时，确信了附近有警察。当务之急，他需要找到一个安全地点，去给伪装成收垃圾的小弟通风报信。7点59分，小弟缓慢蹬着3轮车来到了指定交易地点。警方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抓错打草惊蛇，在一旁秘密监视流浪汉的一举一动，一旦见他拿到文物，当即实施抓捕。随着小弟的靠近，穆建辉细心的发现远处车上有人正拿着对讲机指挥，再看周围的楼上都是便衣警察，当即给戴耳机的小弟下达了撤退指令。相公，有情况往上看，快撤！能作为穆建辉的心腹，肯定不是一遇到风吹草动就逃跑的废物。小光清楚，面对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，但凡自己有逃跑的举动，变相等于自投罗网。正所谓演戏要演足，他扮演的是流浪汉。于是小光熟练的将一堆废纸壳一瘸一拐拿上了3轮车，全程保持着那种慢吞吞的节奏。将纸壳捆绑完毕后，骑上3轮车，晃晃悠悠，光明正大从警方眼皮底下离开。在这期间，小光依旧不慌不忙，骑着3轮车到处搜找破烂，目的是完全打消警方的怀疑。如果小光刚避开警方的视线就突然消失，那附近的警方一定会进行地毯式搜索。穆建辉用人的标准不在于他多能打能杀，他更看重的是那个人能不能和自己同频共振，有没有脑子。本身盗墓这一行就是脑袋别裤裆里的危险活，稍有大意就等于丢了命。小光彻底安全后，才上了穆建辉的车。骑队这边还在死等盗墓贼的出现。宵夜时同事的一句话瞬间让他恍然大悟：吃面不吃酸，香味少一半嘛。一张嘴，生化武器，直截了当。那都是亲人嘛，还怕吃个蒜嘞？邢兆虎是亲人。大家想一想，两人都是老乡，正常沟通都应该说方言才对。显然盗墓贼在警方眼皮子底下玩了一场灯下黑，用看似最不像暗号的暗号，轻而易举传递了被抓的情报。上线人跟上线人打电话，有必要说普通话吗？几天前，邢兆虎等人炸开了一座宋代古墓，接着用鼓风机持续往墓穴内输送新风，这样既能吹走千年沉积的有毒气体，同时还能保证下墓后不缺氧。当几人爬进主墓室后，瞬间愣在了原地。墓室内各式各样的瓷器凌乱地摆放一地，而棺椁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早已腐蚀殆尽。要知道宋瓷可是天花板级别的文物，价值连城。目前已知存世的宋瓷，全球加起来都不到100件。为什么宋瓷会如此值钱？宋代有5大名窑，但这些窑都是专门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，民间绝对禁止使用，即使烧残的也要当场砸碎深埋，绝不外流。宋瓷的烧制难度极高，当时的窑工没有电子温控，全靠经验看火候。官窑为了达到瓷器表面细密的裂纹的完美效果，或者为了烧出极薄的胎体，往往烧100件，碎裂变形颜色不对的占绝大多数，最后能呈给皇帝的不过1、2件。就因为这种极低的成品率，让存世的每一件宋瓷都变成了孤品。可这个墓穴里不仅有银边镶嵌的瓷碗、通体的花瓶，甚至还有一体成型的酒杯。如果这批宋瓷一经面世，必然轰动整个盗墓界和考古界。邢兆虎第一个找到的买家是穆建辉的小舅子，奈何大字不识几个的刘树生是门外汉。这么好的宋代汝窑瓷器，他竟然说邢兆虎手里的东西是假货。
货，是仿制的工艺品。穆剑辉见邢兆虎手里拿着包，垂头丧气的离开，心思缜密的他顿时猜到邢兆虎手里有大货。要知道，普通盗墓贼盗到古董后，往往怕摊事，所以一般会选择第一时间卖掉变现。邢兆虎这类人就是典型的挖掘机，他们只管挖，至于挖到的东西是什么，一问三不知。黑市给钱就卖。吃了闭门羹的邢兆虎来到了一家古董行，老板仅看了一眼他拿出来的东西，便急忙关上了门，随后小心翼翼拿起花瓶往瓶底哈了一口气，接着又闻了闻气味，再拿起放大镜仔细查看瓶底的印章。这便是古玩行里鉴别瓷器新老真假的三部曲：一哈、二闻、三看。当老板对着瓷器的底部哈一口热气时，如果是新仿品，热气散得极快，底部会出现一层明显的光纹，因为现代仿品用化学药水泡过，表面酸碱度不对。如果是真正的老物件，热气哈上去，水汽会均匀的缓缓的渗入胎体，因为经历千年，瓷胎的孔隙里充满了空气中的微小杂质，形成了自然的岁月包浆，吸水后会呈现一种温润的深色。当老板闻瓷器时，如果闻到了极重的土腥味，甚至带有地下腐烂物、水银或石灰的刺鼻味，老板就会知道这玩意儿是刚出土的东西，来源危险。如果闻到是一种淡淡的、干净的陈年灰尘味，或者没有异味，说明它可能已经传世很久了，相对安全一些。用放大镜看底部的印章是最后的一锤定音。宋代的瓷器如果是官窑御用的瓷器，底部往往有极其精细的款识，如大观元年之类等字眼。其次看字迹，古代工匠刻字是一刀下去一气呵成，线条挺拔自然，而现代人仿刻是用电动金刚砂轮磨出来的，边缘会有抖动和毛刺。懂行的人都知道这瓷瓶一眼真，老板直接开出5万高价。突然穆剑辉小弟闯进屋内来借墨台，趁机来刺探军情。根据小弟描述的瓷器细节，见多识广的穆剑辉瞬间猜出邢兆虎手里的是宋瓷，间接猜出他挖到了宋墓。当晚主动上门，穆剑辉的本领根本不需要验货，往手上一拿便知真伪，随即开出500万的天价。500万，我全要。看过孤注一掷的朋友都知道，人有2颗心，一颗是贪心，另一颗是不甘心。穆剑辉是什么人，邢兆虎一清二楚，他能随意开出500万，说明自己手里的东西至少值1000万，当即翘起了小尾巴。你不要说500万，就是5000万，我也不卖给你。赶紧滚！穆剑辉和卢少华有一个通性，那就是善于拿捏人心。面对邢兆虎的羞辱，他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笑着戳了他的软肋。咱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说到底也是为了几两碎银子，跟谁过不去，也不跟钱过不去。紧接着拿出5万现金当做定金，并承诺10天内凑齐500万。在这期间，如果有人出价比他高，那这5万他全当买了一个好彩头。试问开出这种条件，谁能不心动？穆剑辉说的非常对，干这行不就是为了一个钱字吗？话又说回来，这桩生意怎么看穆剑辉都是输家，因为他根本拿不出500万。2000年有500万，谁还干这掉脑袋的生意啊？可要是拿不出，那5万不就白白打了水漂？穆剑辉高就高在这儿，他故意开出500万，邢兆虎不是傻子，一定会认为这批货的价值远超500万，私下一定急着去黑市打听价格。稽查队本身就在盯着宋瓷，一旦被稽查队盯上，那邢兆虎手里的宋瓷就会变成烫手山芋，别说500万，就是50万也没人敢接手。穆剑辉这招声东击西玩的真是精，到时候邢兆虎他是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，那价格可就不是他邢兆虎说的算了。果不其然，一切如穆剑辉设想的一样，稽查队收到了风声，正在全市排查宋瓷。就想看宋瓷，就想看宋瓷。邢兆虎那批货谁都不敢要，急得他只好催促穆剑辉抓紧筹钱。谁知几天后，邢兆虎小弟意外落网，小弟为了戴罪立功减刑，直接供出了邢兆虎。走投无路的邢兆虎冒着被抓的风险找到了穆剑辉。今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。穆剑辉这个人精，伪装成不知情，反问道：你这货还没出去？哎，你不要讨饭，你就说你要不要？穆剑辉就在等邢兆虎开口，主动上门的邢兆虎已经丢失了话语权。业内都知道你的货让警察盯上了，我高价卖了，
也没有人敢高价收啊。穆剑辉将利害关系分析得头头是道，总之就是一句话，这批货烫手，不敢收，如果强行接手也给不到500万，最多20万，这就是文化人的高明之处。穆剑辉的潜台词是说，你现在的处境是我在帮你，是我冒着风险在帮你销毁物证，你卖给我至少还有20万跑路，你不卖我，那你手里的东西连1块废铁都不如，甚至还要搭上命。20万？你把我当傻子在这骗你吗？邢兆虎当场就炸了，穆剑辉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，当场摔车门离去。再看车内得意洋洋的穆剑辉，他知道邢兆虎根本没得选，断定他会回来妥协。人性的贪婪在邢兆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果然片刻之后，他重新上了车。20万就20万，但是你现在得给钱。我一下子哪有这么多闲钱？敌人减最少10万。那行，今儿可以8点，我给你发地址，你带着剩下的10万，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行，我等你消息。穆剑辉认为自己把邢兆虎拿捏得死死的，却不知聪明绝顶的自己反被邢兆虎摆了一道。夜晚交易时发生了开头那一幕，邢兆虎是一个萝卜2头切，收了穆剑辉的钱，货却卖给了别人。穆剑辉是机关算尽一场空，他算到了警方的高压，算到了市场的冷清，算到了邢兆虎的走投无路，唯独低估了一个亡命徒狗急跳墙的求生欲。穆剑辉这次栽跟头对他来说是一次宝贵的教训，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件事，想要不被别人玩死，就得比谁更狠，比谁更不要命，这就是江湖，没有永远的猎人，只有更狠的猎物。这10万让穆剑辉从一个有文化的盗贼蜕变为真正的地下巨枭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到这里了，我是申静，下期见。